我代替姐姐，嫁给了十恶不赦的全真警环。好帅！哦，对，姐姐是哑巴，我得装哑。听闻夫人3年前生过一场大病，如今口不能言，想来也是说不出疼的吧？她恶名在外，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可怕癖好吧？不过我听说，即便是口不能言之人，至少也能发出一点含混的声音。倒也够了。关于景恒，京城的传言能把人吓死。他生母受宠时被先帝厌弃，小时候流落民间，直到4年前先帝病危才被找回。前2任妻子在新婚夜暴毙后，他又上门求娶了我的嫡姐。据说是因为他落魄那几年，曾被嫡姐当成小乞丐当街羞辱。以这人睚眦必报的性格，我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害怕？若是不是，与我讲便是。哼哼，明知道我现在是个哑巴，还虚情假意让我讲，怎么讲？拿命讲！我险些忘记了，你从前是如何天不怕地不怕。那一日夫人赏我的铜钱，我一枚一颗的捡起来，至今仍然妥帖收藏好。他果然是为了报复，不会第3个在新婚之夜暴毙的人就是我吧？命还在，腰快断了，居然没杀我。看来景轩暂时不打算要我的命，或许他是想像温水煮青蛙那样慢慢折磨我。这家伙是吸人精气的男妖怪吗？我起得一天比一天晚，他倒是一天比一天更有劲儿。夫人，来尝尝今日新做的青瓜酿肉。我糟了，差点忘了我现在的人设是哑巴唐听月。差点说出我不喜欢吃青瓜了。夫人很想与我说话吗？取支笔来。夫君日日操劳朝中大事，定然十分辛苦。还好，夫人怎么忽然想起关心我了？身为妻子，理应多关注夫君的身体健康。为了夫君身子骨着想，不若还是斟酌着来。新婚不久，竟让夫人生出了这般疑虑，是为父的不该。夫人，别这样看我，我会心疼的。王妃醒了，奴婢是秀儿，王爷吩咐了，从今日起由奴婢来服侍你。王妃，您是有什么要问的？我的陪嫁丫鬟呢？王爷另有要事安排她去做。王妃，该梳妆了，让奴婢伺候您。王妃，您挑一支喜欢的，奴婢为您挽发。
按理说，你替听月出嫁，我们是该给你置办些嫁妆。只是你小娘从前做出那种事，你父亲心里仍是过不去的。我身为你的嫡母，自然要为你打算。听月，打开你的首饰匣子。妹妹出嫁，你身为姐姐添妆，少说也要凑一匣给她。这个不守妇道的东西，乱棍打死都便宜他了，以后不准提他。王爷说了，王妃娘家清廉，这些您从家里带来的首饰，想来是配不上您的身段。这是王爷特地命人去库房挑出来的，说是给王妃撑个场面。若您不满意，改日等王爷回府，您亲自去挑。清廉，景英这分明是当着面骂唐家穷酸呢。要是换了真正的唐听月在这儿，怕是要当场气绝身亡。戴匕首的侍女，腰佩长剑的小厮，这王府里分明全是杀手。他会不会哪天一个心情不好，就直接把我弄死了？几日不见夫君，他可有要事在身？得王妃如此记挂，王爷知道了，定然很开心。只是王爷受命出京办事，如今已失去联络整整2日了。听说王爷失踪前还受了重伤。失踪了，还受了重伤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怎么，听闻我受伤，夫人似乎很是高兴。我简直怀疑这人一直在门外偷听，不然怎么能掐得这么准？我在外办事，心心念念只想着夫人，这一路日夜兼程，到底是赶了回来。可夫人见到我这般作为，真是令人伤心极了。他这声音里哪有半点伤心的意思？王爷，您可千万不能误会王妃的一片真心啊！王妃在府中时，整日愁眉苦脸，担忧您的安危，到连饭都吃不下。这几日更是消瘦了。如今见您平安回来，王妃是由于太过惊喜，这脸上才见了笑。您可千万不能误会啊！秀儿没有白叫这个名字，她是真的秀。夫人果真为我担心至此吗？如此，倒是难为夫人为我担忧操劳了。夫人的脸怎么这么烫？我像一怒马寻遍了长安花，你踏雪寻泪闯进了谁的酒家？不行，唐听月是哑巴，绝不能出声。满庭梨花，偏着爱恨，一袭戒律夫人是在为我伤心吗？我实在挂念王爷的身体，不如请个大夫过来诊脉一番，也好处理伤口。夫人不必费心了，我此番出京办事是受皇上密令，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晓，自然也不能叫大夫来诊脉。诓我呢？全清朝写的摄政王，在这偌大的王府里，竟然连一个信得过的大夫都没有。密令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，夫人就越安全，所以只能辛苦夫人亲自替我上药了。不辛苦，我这是命苦。夫人这么喜欢的话，不若等我伤好后，在帐中点一盏灯，任由夫人欣赏品鉴一整夜，如何？
夫人，这是存心报复本王吗？平日里刀刃眉骨，本王也没皱过眉头，今日在夫人手里，倒真成了个废人。夫人，我实在疼痛难忍，这刀中的厉害，能否在夫人心胸靠一靠？王妃，王爷未发话，你要去哪？王妃，可是王爷不好了。没办法，倘若他真在与我相处时烧傻了，恐怕院子里那些武艺高强的下人不会让我活着走出这个房间。二姑娘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！大夫人昨个夜里突发恶疾，如今人都烧糊涂了，嘴里一直喊着您的名字，说是撑不过这几日了。大夫人临死前就想见您最后一面啊！岳母病重，夫人这般激动，看来当真是母女情深啊。夫人既然如此挂心，那便回去一趟吧。只可惜我身上还有些朝廷要事处理，此番怕是不能陪夫人回娘家了。夫人早去早回，若是晚了，为夫可受不得这思念之苦。成婚后，摄政王待你可好？好，母亲竟然问我好不好？嫡姐从前那般轻慢他，甚至当街撒钱羞辱，如今报应全落在我头上了。他日夜折磨我，发了疯似的折腾，我连口饱饭都难吃到，身上更是被打得一块好肉都没有。可奴婢瞧着二姑娘这张脸似乎圆润了许多。圆润？你懂什么？我这是饿得浮肿了。他为了折磨我，连着几日不准我进食，我这分明是撑不住了。戏也演完了，母亲既然身康体康，连燕窝都吃得这么顺口，又为何要大费周折叫我回来探病？云雀，去门外守着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。是。这是何物？燕燕，刚才听你哭诉，为娘心里也如刀割一般。那景轩是什么性子？阴狠毒辣，杀人不眨眼。他那样折磨你，我身为你的嫡母，到底是不忍心看你死在王府。找个机会，将此物下入他的饮食之中。下毒？母亲是想要我的命，还是想要他的命？只要事成之后，自然会有一位大贵人将你偷偷接回唐府，到时候为你换个身份，保你荣华一世。接我，还要给我换个身份？看来这府里是要腾位子了。嫡姐莫非是遇上了什么通天的好姻缘，要出嫁了？自然，长宁侯府的世子已经派人上门提亲了。如你所见，如今站在你面前的，并非你的嫡姐唐听月，她是自小被养在庄子上，前几日才被接回府中的你的庶妹唐宁玉。宁玉听风弄月，如珠似宝，真是个好名字。这名字里藏着这么深的美好祝愿，想必未来的世子妃一定是盛开风月，一生顺累。怎么，听到你姐姐要去侯府享福，你这心里就开始盘算着不劝愿了？唐小二，我劝你别动歪心思。若你耽搁了宁玉的好姻缘，你那个卑贱小娘留在府中的那点破烂东西，也就没必要留着占地方。明儿个我就叫人一把火烧个干净，保准烧得连渣都不剩。母亲是在威胁我。威胁你？你这条命在我眼里连这地上的砖头都不如。你记住了，你就是贱命一条。若是这毒下成了，莫说是你小娘的东西，便是要我松口还他一个清白的名声，也不是不行。可若是不成，你以为你冒名顶替的事情被发现后，那位杀人不眨眼的摄政王还能留你活到明日？到那时，恐怕你连死都是奢望。妹妹，这就是你的命。命？即便替了我的身份，你也不可能真的成为我。
这长宁侯府好大的排场，大半夜的还在运送聘礼，把路都给堵死了。嘘，你不要命了，小声点，那可是长宁侯府，不过是娶个唐家的庶女，至于闹出这么大动静？你懂什么？那唐家新接回来的女儿唐宁玉，如今可金贵着呢。谁不知道长宁侯是当今圣上的亲兄弟七王爷的亲母族？这长宁侯府娶了唐家的女儿，唐家便等于搭上了七王爷的大船。七王爷，那岂不是和咱们摄政王？闭嘴！王爷的名讳也是你能编排的，赶紧赶路！景恒虽权倾朝野，却也得罪了不少人，在朝中四面树敌。这长宁侯正是其中最恨他的一位，而七王爷的母族偏偏又出自长宁侯一脉。那么，这瓶毒药究竟是长宁侯府的意思，还是那位坐在龙椅上的，或者七王爷的手影？夫人的手怎么这样凉？岳母的病情莫非很严重？如果那歹毒的妇人真病重了，那倒好了，我高低得整瓶好酒，放几串鞭烛来庆祝一番。舒儿，去取纸笔来。是。我出阁后，爹娘将原本养在庄子上的庶妹接回府中，悉心教养，取名唐宁玉。我只是……夫人可曾起过什么小字？不如我为夫人想个小字如何？夫人方才落笔迟疑，想来是在娘家受了委屈。可本王倒觉得，夫人言笑晏晏之时最是动人心神。这小字，不如就叫晏晏，如何？燕燕，你瞧，这就是你的小名。小娘，什么叫燕燕啊？言笑晏晏，取和悦之意。只是小娘却不希望你长大后太过和悦恭顺，在这吃人的世道里，太顺从了，总归是不好的。老爷息怒啊！不管怎么说，小儿毕竟也是唐家的女儿，大庭广众之下，若是打死了，传出去名声不好。呸！他小娘做出这般恬不知耻的事情来，丢尽了我唐家的脸面。她到底是不是我唐家的女儿，都还不好说。留她一条命，以后就当个粗使丫头养后院最下等的地方。我唐金元只有听月一个女儿。燕燕，在这深宅大院，你已出嫁，便是这王府的王妃。你爹娘的心思，如今全落在那位唐晴玉身上，你便不要再自寻烦恼。燕燕，如今你是我妻，在这里还没什么是我办不到的。你有何心愿，大可说与我听，哪怕是想要天上的星辰，为夫也替你摘下来。我有何心愿？我想要我那惨死的小娘能活过来，还想要唐家那群吃人的魔鬼统统拿命来偿。可这些话，我如何能对你说？母亲，您在天之灵，真的要让我杀了他吗？王爷、王妃，这是厨下刚做的鲈鱼纯菜羹，请趁热用。这纯菜是今日刚运进京的，最是鲜嫩，你也尝尝。我还没动手，是谁？是谁想要他的命？夫人，来扶一扶我，我快要坐不稳了。王爷，这汤得趁热。王爷，快来人呐！叫大夫，快来人！查，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王爷的饮食一向谨慎，毒绝不可能从外头进来。杨统领，在这儿。
鸩毒。王爷自迎你入府，可曾有过半点薄待？金银珠宝、嘘寒问暖，哪一样少了你的？王妃，你为何要下如此毒手？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证据确凿，这东西就在王妃的首饰匣子里，跟王爷中的毒一模一样。王妃，你说王爷隆恩竟敢弑主？退下。王爷，这毒妇潜伏在侧，若非属下搜查及时，退下。不会是燕燕，她心心念念都是我，平日里本王上个指头，她都要红眼眶，哪里舍得下如此毒手？想必这玉萍亦是有人构陷，意图离间王府。阿然，此事就交由你去查明，若查不出真凶，你便自己去领罚。是。然统领，咱们王爷向来是连洗手水都要试3遍的主，今日怎么就这么轻易？是啊，王爷何等精明，这回怎么被唐家这种粗劣的小手段给毒着了？难不成真是色令智昏？闭嘴！王爷的心思轮得到你们在那儿圆牌？都给我把嘴闭严实了！燕燕，我如今没有力气抱你了，别怕，不管是阿然还是唐家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本王从未怀疑过你。说不感激是假的，刚才阿然的冷箭离我只有半米，你竟敢拿命赌我的清白，那一刻我差点就当了真，真以为你是爱我至深才信我至深，可怎么会这么巧？你可是思虑周全、万分小心的景征啊，怎么会这么轻易的中了毒？除非……算了，无论你是真心还是算计，今晚这条命终究是你给的。夫人守了一夜，可是有话要说与我听。昨日那般饮药的关头，夫君却如此信任我，我心中感动非常，自觉无以为报。无以为报，那就等我痊愈，这报答的机会，往后多的是。江南雨绵延，偷得半月闲，好生不了的小姐。提笔画青烟，白将黑瓦间。果然变着法子让我好好报答了一番，弄得腰酸背软的。阿然大人，大夫人实在是思女心切，病得都下不了床了，就盼着二姑娘回去瞧瞧。您看这……王妃自那日归民受了风寒，至今身子不适，本王瞧着，倒像是岳母那日的病气过给了她。这……等王妃大好了，本王自然会带她回去。阿然，送客。给王妃请安，这是刚出炉的桂花蜜糖糕，王妃赏脸尝尝奴婢的手艺，还没往购物送呢。王妃若是喜欢，奴婢这就给您端去房里。这糕点得趁热吃才软糯，王妃慢点走，当心烫，奴婢送您回房。王妃，王妃，您这是去了哪里？王妃恕罪。奴婢方才去房中寻不到您，一时急了。府中王妃尽可去的，只是无事，还请王妃不要靠近王爷书房，那里自有会重兵把守。那些人不近人情，只怕会伤了王妃。我不过是饿了，去了趟小厨房找些吃的，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。奴婢明白，奴婢只是唯恐王爷不在府中时，王妃出了半点差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王妃，奴婢小婉。你会识字？回王妃，奴婢的父亲是秀才，入府前曾教奴婢识过一些字。既然王妃夸你手艺好，这便是赏你的。你赶紧回小厨房做事吧，别让嬷嬷寻不见人。那奴婢退下了。王妃若是想吃别的，尽管使人来喊奴婢。王妃，您是不知道，这肘子得用小火慢炖足足3个时辰，入口即化，
那才叫绝。王妃自打跟小燕这丫头待在一起，这脸上血色都多了不少。王妃您就宠她吧，这丫头现在只要一见您，那话匣子就跟决了堤似的。王妃呢？回王爷，王妃刚从小厨房回来，现下正在房中歇息。又在厨房？本王记得她今日午后便去了，在那儿待了足足3个时辰。那叫小婉的丫头倒是个话多的，属下带人巡逻时，常听见里面叽叽喳喳。夫人身上这桂花香里怎么还带着股烟火气？那小厨房里到底有什么好，竟让夫人流连忘返？温酒醉上心头，不知如何能读懂离愁。听闻燕燕近日跟小厨房一个丫鬟走得很近，那个叫小婉的丫头，当真这么讨燕燕欢心，竟让你每日待在那油烟之地，一待就是半日。夫人，我的心小得很，如今里面只装得下你一人。可倘若夫人总是看旁人，我可是会伤心的。燕燕好好歇着，本王处理完朝中午事，再回来陪你。王爷今日心情大好，可苦了王妃了。王妃可要传膳？这种占有欲，若是真的该多好。可惜你若是真的恨唐听月入骨，不若直接一刀杀了他，给个痛快。如今这样没日没夜的折磨我，又算什么？王妃这几日怎么不去小厨房寻小婉了？还能是为什么？王爷这几日天天按时回府，王妃哪还有那闲情逸致？怕是这几日都累着了。小婉做的蟹子馄饨实在想得起，几日没去，也不知那丫头有没有多懒。王爷饶命！奴婢知错了，王爷饶命啊！王妃请止步，王爷正在处理内务要事，此处危险，请王妃速速回房。若是冲撞了公务，伤到王妃，我等担待不起，请回。王妃，别看！你入府头一天，管事就该教过你规矩。本王的书房无论如何不许外人进入，尤其是那只匣子，碰过的人都得死。如今你坏了规矩，本王怜你年纪小，方才那一剑给的极准，保你死得痛快。小远，你可有异议？燕燕，过来，来我身边。这丫鬟不懂事，坏了规矩，本王便杀了她。夫人可吓到了？别怕，小厨房里自会有新的丫鬟替她。夫人喜欢什么样的，亲自挑选便是了。燕燕别怕，我待你自然不会如待她一般。王妃，奴婢伺候您几面，这血迹……清醒点，唐嫣嫣，不要被自我麻痹。他恶名在外，手段狠毒，人命于他而言不过草芥。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那个当街羞辱的唐听月。这王府里的锦衣华服从来都不是恩宠，是索命绳。夫人怎么突然如此热情，倒叫为夫有些猝不及防。看来夫人是真的很想报答本王。
匣子，那个让小婉送命的匣子到底在哪儿？燕燕，好燕燕，夜深人静你不肯睡，莫非是来为夫这里找些艳情画本用以解忧？待往事风雨飘摇，相逢一笑远了，一出生不了，一出老，不觉清泪。这招穿心莲用的倒是挺熟。款是江湖渺渺，明月皎皎。燕燕，你前几日为我流眼泪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动了真心，可如今你是真的想要杀了我，是吗？景恒，你放开我！燕燕装不下去了，你本是个多言的性子，嫁过来这些天，忍得很辛苦吧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所以这些天，你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在你面前比划，你觉得很好玩是不是？这些天你也演得极好，我送你的衣裳首饰，你不喜欢吗？为什么不能干脆假戏真做呢？假象或许能令我一时沉迷，但总不至于等你的刀架在脖子上，我才发觉不妥。景恒，你杀小眼是做给我看的吧？如今你最在意的书房我进了，那个碰了就得死的匣子我也碰了。摄政王殿下，这回你要怎么杀我，也给我个痛快吧。我哪里舍得？燕燕那日说要报答我，还没完呢。既然夫人不肯在榻上睡，那不如就在这里吧。王妃这是怎么了？去杯热水，再传个太医过来。许是昨夜风凉受了寒。是。未经老爷夫人和大小姐的允许，你怎么敢偷小厨房的东西？你怎么还没死？你这种人连哑巴都不配当，就该烂在地里。哼，二姑娘，老爷说了，没规矩的东西偷吃小厨房的挂面，就该饿着长记性。那面是我用月钱哪来的月钱？在这府里，连你这命都是夫人的。新纳的妾室，整日里吵得我头疼。还是你这儿安静，娴静淡雅，不惹是非，甚好。燕燕，你该跟小娘学学这双面绣的活儿，往后才好嫁人。我不学这些，我一心只想练刀。你这孩子一身反骨，你呀，以后要做女将军呢。哟，瞧瞧这副落魄的模样，瞧瞧你小娘，若是安分守己，你至少做得唐家的女儿。可她不守妇道，行为低下，连带着你也成了下等人，你恨她吗？王妃，您可算醒了，您高热不退，已经昏迷整整1日了。景恒呢？王妃，您会说话了。倘若王爷知道此事，一定很高兴。只是王妃怎么突然……许是医学奇迹吧。王爷今日还没回来过。昨夜宫中有急诏，命王爷入宫觐见。王爷一夜未归，临走前特意嘱咐奴婢们，一定要照顾好王妃。倘若什么？王爷说，倘若王妃的娘家人上门，只管拦在外面，不许他们见王妃。拦着唐家人，他这是在防着长宁侯，还是在防着皇上？
先帝在位时厌弃他的母妃，任由他在民间流落4年。若非新帝年幼，朝局不稳，那老皇帝到死都不会想起还这么个儿子能回来撑场面。可现在新帝长大了，羽翼丰了，这原本用来支撑江山的摄政王，自然也就成了皇上心头最大的威胁。唐家搭上长宁侯，长宁侯又是七王爷的母族，如今景恒入宫未归，皇上怕是真的一刻都等不及了。景莹，你对我那些好，究竟有几分是为了利用唐听月，又有几分是……若是此刻身陷生死局，你还能回来吗？妍妍，退下。王爷这一夜看来过得相当惊险。怎么，王爷这次是想像那晚在书房一样撕破脸发难，还是又用什么虚情假意的戏码来诓我？在夫人眼里，我回府见你，竟都成了戏码。倘若我此去无归，妍妍，你余生数十载，能否留一瞬用来记挂我？景恒，你带着这一身伤回来卖可怜，是算准了我会因为这几月的虚情真意动真心？那你动心了吗？我已嫁与你为妻，倘若你此去无归，我自会为你穿素衣，卸钗环，守寡3年。不过如今你既已知晓我并非唐听月，也不是唐家嫡女，你我婚事大可终止。一封和离书，我当场搬离摄政王府，给真正的唐听月腾地方。夫人怎么会觉得我想娶的人是他？不是因为他过去曾当街羞辱过你，你如今爬上高位，怀恨在心，想要报复他吗？他是什么东西，也值得我用自己的婚事来报复。从前那2任所谓新婚之夜暴毙的妻子，皆是为了杀我而来。若我不杀他们，又该如何？你大可以像安排秀儿监视我一样，安排人监视着他们啊。夫人觉得我安排从秀儿服侍你，是为了监视你。怎么夫人宁可将唐家监视的人留在身边，也不愿见到秀儿吗？我要娶你，唐妍妍。从一开始，我要娶的人就是你。为什么？景恒，秀儿，王爷昏过去了，他身上的伤口有些严重，你去叫个大夫来。是。奴婢自幼学武，原本是跟在王爷身边的暗卫。数月前王妃嫁进来后，受王爷之命保护王妃，并非监视。摄政王府并非铁桶一团，王爷身在高位，却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，群臣忌惮，军心猜疑。但王爷对王妃的情谊绝无半分虚假。情谊绝无虚假吗？此行凶险，多亏了夫人，我才得以平安逃脱。与我何干2日前离府前，原本想吻一吻夫人，却见你睡得沉，总归不忍心。生死之际，不免见你，夫人还欠着我一个吻。外面的人都传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，恨你的人数不胜数，想把你从高位上扯下来踩进泥里的人更多。师妹，老臣行医多年，
从未见过如此不要命的。这刀刃都嵌进肩骨了，若是旁人早就疼晕了。王爷竟还喝了烈酒，强撑着骑马奔波回府。这马背上的颠簸，生生把愈合一半的伤口撕扯得一片模糊，真是胡王爷这闹呀！一路怕是心事心心念念都系在府里。王妃对王爷的一片心意，日月可见啊！太医言重了，只是不想殉葬罢了。辛苦燕燕一直守着我。那有什么辛苦的？替身的基本修养罢了。替身？我去厨房看看药熬好了没。夫人的动作倒是越来越有干劲儿了。王爷若是嫌弃，大可换个人来伺候。夫人知道，我只要你。你既然对你师妹情根深重，便该想法子娶了她，而不是娶了我，装出一副对我暗生情愫的模样，又日日对着我暗中缅怀她。你没料到我早已发现此事吧？景恒，那一日你在昏迷中叫了你师妹的名字，早已暴露了你的真实心意，不必在我面前演戏了。没错，我的确是有一个师妹。演不下去了吧？她虽出身名门，却因为是庶出，不受生父怜爱，更得嫡母与嫡姐细意刁难多年。好家伙，连生平都与我如此相似。看来景恒挑中我这个替身，也算颇费了一番功夫。我与她虽为同门师兄妹，她却从未见过我。我流落民间时，曾有幸拜得高人为师，他教我杀人之术、制衡之道，只是性子懒散。有一年春日，师父失踪了整整半个月才回来，第一时间便向我炫耀，他被仇家追杀，重伤垂危时被一个小姑娘所救，心下感激，便教了他最简单的杀人之术，因此她也算是我师妹。后来他提出要帮他报仇，被师妹拒绝了。他说报仇是他自己的事，就算一把火烧了那家的府邸，也该他一人担责。我听闻此事，心生好奇，因此偷偷潜入那家看了一眼。那一晚，我恰巧瞧见他的嫡姐正在为难他，他的嫡姐竟然就是曾经当街撒我一身铜钱的唐廷月。他太过聒噪，我便顺手毒哑了他。毒哑了唐廷月，我又落在房檐上看着师妹。早前我曾去过极北之地，正逢冬春骄寒之时，旷野风声冷冽，却有春草吐露新芽，枫林中得窥生机。师妹的眼睛仿若极北的春日荒野，我对她一见钟情。原来竟然是他。3年前那个满身是血栽倒在我窗前的白发老头是你的师傅，所以那晚在书房你根本没在跟我搏命，你是在看师傅教的那些杀人之术我到底学了几成。师傅回府后总夸你聪明，说你弯曲他腐肉时手稳得像个老练的刽子手。那唐听月呢？他那场毫无预兆的恶疾，突然变哑的嗓子，并非老天开眼，而是你从3年前就开始布局了。他当街折辱我，本王不计较，可他不该在回府后还变着法子糟践我的人。既然那张嘴吐不出好听的话，本王便让他永远闭嘴。所以夫人是吃了自己的醋吗？谁吃醋了？你既然对我情根深重，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笃定了我会顶替唐听月嫁过来。你就不怕唐听月垂涎你的美色，拼着被报复的风险也要与你成亲，一享贪欢？唐听月的心思与我无关，不过如今看来，夫人倒是很垂涎我的美色。不过，倘若真如夫人所言，嫁过来的是唐听月，恐怕京中的传言又要更新。传言？是啊，摄政王景恒连娶3任王妃，皆是在新婚之夜暴毙，想来是天生的克妻之命。在遇见你之前的10几年里，唐听月3个字是我怎么也躲不开的噩梦。小娘，这么多年了，父亲的眼里永远只有嫡姐，我无论怎么做都入不了他的眼，我当真就这般不值得他多看一眼吗？燕燕，不是你的错，
是小娘没用，是小娘连累了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对不起。老爷，求您留步。这又是做什么？朝中糟心事够多了，你不要在这里烦我。老爷，今天是燕燕的生辰，不求别的，哪怕您只去做一盏茶的时间也是好的。无国际庶女，怎么好意思借着生辰之谊同他嫡姐争宠？哟，三姨娘怎么如此狼狈啊？小门小户出来的，果然上不得台面，竟想着用女儿来争宠。听月，好了，少说两句。再怎么说，三姨娘也是你的长辈。哼，不过是个妾室，她算我奶门子的长辈，拿回去吧，三姨娘，就当做我送妹妹的生辰礼物了。这镯子是哪里来的？燕燕，看看喜欢吗？今日是你的生辰，你父亲忙于公务，不能来陪你过生辰，这是他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。那三姨娘也真是脸皮厚，可不是嘛？那日在花园被老爷当众斥责，回头竟还敢谎称那镯子是老爷送的。哪是老爷送的？那是他自己把压箱底的耳坠首饰融了打的。那日老爷说的明明白白，庶女本分自持，不必痴心妄想。哼，那孩子还当个宝似的，天天带着，实在可笑。小娘，再等等我，等我挣脱这泥淖，等我有能力带你走，我们再也不要这个爹了。你嫁过来后，我欺瞒于你，几番吊销，是我的不是。为补偿燕燕，我替你杀了唐听月，毁了唐家，可好？我的确倾心于你，但也不想利用你。夫妻本就是一体的，我帮燕燕算什么利用呢？算你说的有理，不得不承认你确有几分美色。何况说不定未来有一日我身陷囹圄，倒需要燕燕前来救我。我看你今日活动自如，这伤口应该是彻底痊愈了吧？夫人这半月衣不解带的照顾，为夫若是再不好，岂不是辜负了夫人的报答？伤好了，我这心才算放下一半。你跟我说的那些宫中细节，我每每想起都觉得心惊。现在想来，那一夜何止是凶险？皇上一封圣旨召你进宫，摆的可不是什么赏赐宴，分明是场要命的鸿门宴。是，皇上生性多疑，他早已视我为眼中钉。那晚他身边坐着的每一个人，心里都揣着一把想要我命的刀。听闻三哥书房中有个神秘的匣子，说那匣子谁要是碰了就得掉脑袋，朕免不得心有疑惑，想那匣子中装的究竟是何重要之物？不过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罢了，皇上何必在意？听闻父皇生前垂危之际，曾召三哥入宫，留下一封密旨，莫非那匣子里装的正是此物？三哥与朕虽非一母所生，但即位以来，三哥助朕量多，朕心甚是感激。倘若社稷没有三哥，恐怕江山都不稳了。皇上息怒，臣愿为摄政王作保。王爷对皇上，对这江山，定然忠心无二。皇上，臣弟近日读书，恰好看到一则典故：前朝有丞相张维，为表忠君爱国之情，不惜抛心自正，最终成了名垂千古的忠臣。七弟希望本王也如张维一般抛心自正？绝无此意。
不过是最近读了些书，说给三哥和皇上听着玩罢了。那确实稀奇，多少年不见七弟读书，今日倒想起来了。你疯了！你怎么敢当着皇上的面那样怼七王爷？单凭他是不敢说出这种话的，能这么说还不是皇上的意思？我知道那是皇上的意思，所以我正给他看。所以那晚的伤是你自己下手刺的？自然。那何必下这样不留情的狠手？你就不能做做样子吗？若非这样的狠手，恐怕燕燕此时已然见不到我了。以前在唐府后院听到的全是你的可怖传言，原来为江山稳固，总有人要当那个满身血污的恶人。先皇留给你的不是权势，是一副洗不掉的枷锁。如今朝臣忠君，百姓安居，我也该功成身退了。当然，退下来做个闲散王爷之前，我还要替燕燕再办最后一件事。唐家倾覆于你我于社稷，都是一件好事。晌午了，若是夫人觉得累，再睡一会儿也无妨。皇上送来的。是啊，圣心大悦，赏了本王2个月的清闲，说是让我在府里好好养伤。体虚是假，架空是真，这怕是皇上给你的第一个警告。他也在记得，毕竟如今镇守边疆的几个忠臣良将，皆为我一手提拔。文臣或能治国，然而护我大周疆土的，却是上阵杀敌的武官。所以书房那个匣子里装着的是调兵的虎符。小婉是皇上派来监视摄政王府的人吧？他蓄意接近我，反复出入内院后，摸清了你书房每日防守最薄弱之时，偷偷摸了进去，是不是？小婉身负武艺，却一直藏得很好。当初我身中鸩毒一事，也是他暗下毒手。我后来命阿然追查，好不容易才查到他身上。我就说，那瓶毒药我明明贴身藏着，怎么忽然跑到了？我从没想过要给你下毒。我接下那瓶毒药，不过是为了稳住我那嫡母。出嫁时，小娘生前绣了很久的屏风，被嫡母强行扣在了唐府。那是我小娘给我的嫁妆，总有一天我是要回去拿的。我知道你没想过，倘若夫人真要杀我，多的是方法，例如……好了，那面屏风为父记下了，迟早替你取回来。去把王妃的那面双面绣屏风抬出来，若有阻拦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夫人瞧瞧，这是不是岳母留给你的东西？是这一面。带回府中。纵使你是摄政王，如今这样冒失的闯入我府中，也未免太过失礼。那便请唐大人明日上朝时向皇上参本王一本吧。小二，你虽为庶出，却到底还是唐家的女儿，这样纵着王爷闯进你的娘家，未免有些过了。唐夫人这话可太有意思了。我是什么身份？摄政王又是什么身份？我能纵着他？既然如此，小二你便与王爷好好的吧，切莫如你小娘一般，与其他男子眉来眼去，勾勾搭搭，实属不妥。你身为正妻，明知为身为妾并非我小娘的本意，却不敢对你的丈夫横加责在，便素意刁难我小母。那所谓的奸夫究竟是何来历？你心中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桃花开得真好，可谁能想到，这下面压着的是我小娘血淋淋淋的尸体。回家了，燕燕。摄政王擅闯朝廷命官家中，旁若无人，藐视皇上，待去进宫，静候发落。王爷不过是陪我回了趟娘家，拿走我小娘留给我的遗物，这叫哪门子的擅闯？是皇上的旨意，若是摄政王妃心有疑虑，不如同去进宫，等皇下来审问。燕燕，回去，昨夜风大，未睡，好好休息吧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皇上最忌惮的一定是那封密旨。原来3年前在唐家我惨遭毒打，半夜救下我的人是你。王爷心中一直记挂着王妃，这些年来都是如此。王妃要找的东西，早在您触手可及之处。
说新君不贤，可取而代之。原来这才是皇上真正的梦魇。舒儿，你有没有办法能现在送我入宫？自有门路，只是未免委屈王妃。进去吧。是他不是该在宴席上坐着吗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投毒？快些！护驾！快护驾！皇上为妖女所没，昏庸无道，为我大周江山着想，也该退位让贤，由能者居之。你没事吧？你说谁是妖女？我吗？三嫂骁勇非常，更胜须眉，自然不是所谓的妖女。七哥所谓能者居之，能者说的是谁？莫非是七哥自己？你苦心筹谋多年，在朕面前进言数次，说三哥狼子野心，图谋江山，为的便是这一日吧？难为七弟苦心筹谋多年，今日倒是一朝梦破。已埋伏在禁卫军中的逆贼均已伏诛，还不束手就擒吗？燕燕，原来这是一场引蛇出洞的局，是景恒稳固江山的最后一步。三嫂舍身护驾有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只管同朕说。臣妇要状告二人。哦，三嫂要告谁？臣女要告礼部尚书唐金元，17年前强抢孤女入府为妾，还要告唐金元正妻王氏设局残害臣妇娘亲，在她茶水之嫁入迷情伞，又引外男入室，再告唐金元夫妇二人合力杖杀臣妇娘亲，令她横死唐府，尸骨难存。既有此事，杀人自该偿命。至于三嫂的母亲能养出三嫂这样的忠烈女子，自然该追封一个诰命夫人，再昭告天下。臣妇谢皇上圣明。想必三哥与三嫂有话要说，朕先回御书房，三哥说完话再来就是。害怕吗？我真的以为你会死。妍妍，对不起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只是结果未知。我不想你只身险境，倘若事情不成，你该带着那守尸匣子逃出京城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。